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大我家好。的播客。今天我们要聊一聊哦，就是比较心态。台湾人说比较的心态，中国在嗯，是说攀比吗？是攀比的对，心态吗？嗯大陆就嗯是说，嗯我很喜欢攀比啊，很喜嗯。欢攀比的意思，其实就是说我很喜欢跟别人做比较。那我们今天要讲这个话题，是因为这个攀比跟比较这件事情呢，是每天在我们的生活中出现。所嗯，以，我们来问一下第一个问题：老师，你容易跟别人比较吗？那你通常会跟别人比较什么？嗯，哦，太容易了呀，这真的是最真实的想法，因为对，我觉得攀比心啊，它嗯，它是它是人性里面的，就对，是就是我没有办法控制，在我这一秒我看到的时候，它已经出来了。就比如嗯。说，哇，Katrina 老师她的 YouTube 这么多粉丝，我第一次看到你的 YouTube 的时候，我说我靠，这么多粉丝，我好嫉妒啊！就这真的是我的第一反应，第一反应。对对对啊。对，嗯。然后这是我的第一反应，我真的就是在攀比啊。然后他粉丝这么多，然后我那么一点点，然后我就会第二步我就会去看，那他做对了什么呢？然后我就会去看你的视频，然后会去看，对然后哦做得对，好的地方，那我要学习学习，我要把他偷做得好的学，地方我要偷对学过来。啊，我对，也会，我也会，对，嗯，好，所以你会在工作上面做比较，就是工作上、生活上都会了，有没有一个就是。生活？因为刚刚是工作上嘛，就是看别人的 YouTube 粉丝的数量，有没有生活啊。上面做比较的生部分？活上其实可能最常见的就是无意中听到了朋友的收入。哦，痛对苦就是比较出来的啊，对对，对。嗯，痛苦但是，是比较出来的，嗯，嗯对，嗯但是这种攀比心，我可能年轻一点的时候就非常的严重了，就更严重一点。嗯现在会，就我觉得可能还是长大了，或者是说我会自嗯己有意识的去跟自己啊，就是聊一聊啊，就是或者是想一想这个事情，就知道其实就像你刚刚说的啊，攀比比嗯，较，它只会让我们产生痛苦。其实最重要的应该是跟自己比较。你跟别嗯，人比较是完全没有用的，除非对。你是想要学习。对，你刚刚说你一开始看到我的 YouTube 有很多粉丝、很多对啊，订阅者，你会觉得哇，很羡慕，对不对？可是你知道吗？我对，第一次看到你有一个 Instagram 的账号，多少人啊？粉丝多少啊？几啊，万？七万多了，对吗？7万多那个时候，我就觉得天哪，怎么可以做到那么多流量，然后那么，而且也是很多人订阅，我就觉得好厉害，对。然后我觉得我做短影片，我做 Instagram，我觉得做的不是很好，那当然我也没有很用心做，反正我就觉得那个时候我看你，我也觉得你很厉害，我也会比较，对，对呀，这就很正对，常嘛。我就比较说，为对，什么你可以那么短的时间就有那么多的粉丝这样子？然后，对呀，我也会比较粉丝的数量，比较观看量、流量。哎，嗯，我也会去看为什么有一些小频道在 YouTube，他们的观看量比我还要高，我是比他们大的频道，我也会觉得不公平。我甚至还会去看别人的 YouTube 一些小频道的 YouTube 影片，我觉得他们的品质、他们的质量没有我好，他们做的没有我用心，我还会看这个人字幕都写错，他凭什么流量比我高？我还会这样子心里这样想哎，可是后来我也只是发泄发泄，自己在那边嗯，想而已。但是我想完以后，我觉得我这样想对事情也没有帮助啊。事实就是事实，对，人家流量高就是流量高，所以我应该要去想，那为什么？为什么嗯，他的流量比较好？然后我也跟我男朋友讲过这个事情，然后我男朋友就说，对，虽然他有一些缺点，你看到人家有一些缺点，但是他一定有他的优点，你要仔细去找别人的优点嘛，然后把它嗯，对学对对，起来。
就是因为他有这些优点，所以他可能做的比你好。你不要去看人对家的缺点。我男朋友就这对，样讲，我就说，好，我就是会去看人家的优点。对，我觉得嗯。这是人性啊，人性，对啊，我也不会苛责自己耶，我也不会就是好像怪罪自己说，哦，我有不好的想法。就是对我有嫉妒的想法，或者是嫉妒的心态，因为我知道我是个人。对，嗯，那我觉得偶尔有一点嫉妒或者是不开心的想法，我觉得都是正常的，只要我没有去害别人就可以了。其实大概可以分成两个人，就是这种对攀比心它带来的对结果。对，有一群人，他肯定他通过攀比，他就被嫉妒冲昏了嗯脑袋，他就只会嫉妒，他嗯，他不仅嫉妒，他还恨。对，有一群人肯定是这样，然后他恨了以后，他就会想要害你。对对对，对对对，好，这种就肯定是属于那种，我觉得其实这种人也很多了，就是逃不出自己人性的这种魔爪的感觉。像我们这种比较清醒的人，就知比较道正哦，面的人，对对对，就知道哦，嫉妒啊，我就是嫉妒，我接受，我确实我有很多地方做的没有他好，那我也嗯要看到，我也要对。接受。我们刚刚讲的应该是一个是有毒的比较心态。有毒的比较心态就是你比较了以后产生了嫉妒心，然后去嗯想要害别人，这个就是嗯，有毒的。那我们都是比较无毒的、正向的对，或者他比较。产生了嫉妒心，他不害别人，他内对，耗，这也有哦毒，这也非常有哦，毒，对吗？内耗怎么个内耗法？嗯我想一想哈，比如说，我看到 Katrina 的频道，哦，我觉嗯。得她做的好好，然后马上回过头来就觉得自己一无是处，哦，我觉得自己好像哪里好像都做不好，人家怎么都做的那么好，就开始自己内耗了，啊，这嗯这这也是有毒的，对吗？嗯，对啊，这对对，种人其实也很多的，也很啊。其实我有的时候也会内耗了，但是短嗯短时间的，不会让自对，己长时间在那个状态里面。OK，我想一下哦，如果今天我看到你比我好，比方说，假设我说一个假设，今天你的 YouTube 起来了，红了火了，然后比我还要多粉谢谢。丝，然后流量也比我还要好，我在想，我会嫉妒内耗吗？我觉得我会觉得，我一定会想，哎，为什么这么厉嗯害？对，我一定会想为什么，然后我会想办法。那嗯，我自己也会去努力。但是如果我发现我努力了1年、2年、3年，我还是没有你好的话，我觉得我就是不会比较了，我就接受我你就现在的，接受吧。继续努力啊，要不然我不知道我能怎么样，我不会就是再去比较了。对，那嗯我就是随便算了。啊，对，他就是比我好啊，好吧。那如果是你呢？如果是你呢？我可能会比你更快啊，就是我看到这个人，我可能会很快就能感觉到我能不能赶上他，或者哦，他哦，他就是比我好啊，就是我看到真他的时候，我就的啊？会对我就会觉得哇，那他这种我真的做不出来，我就会知哦道，哦嗯，哦哦，这样子所以可啊？能然后但是其实这都是一种感觉，就嗯是我觉得像我们做自媒体的老师们，嗯他除了内容啊，嗯然后这种镜头感，对吗？嗯嗯嗯，还有一种东西是很玄的，就是对就是它是一种气，就是刚刚你也说到，它是一种对，气场，它是一种磁场，就是有些东西别人的这种磁场，他坐在镜头面前，他就是会受欢迎。那我觉嗯。得这种东西我可能真的没办法模仿或者是学习，那我就只能说接受自己我现在的样子，那在我自己现在的这个样子里面，我做到最好就可以了。所以不见得是跟那个人比较，而是跟那个人学习。先比较，再学习，对，了然后再解。跟自己比较，那就学习了以后，我就自己跟自己攀比就好了，对嗯，吧？嗯了解哈。
所以我们终究还是人类，我们终究还是平凡人，我们还是会比较，对对对，对，只都是大是说实话。对啊，只是说在比较了以后，我们会去思考，我们会去努力，然后让这个比较变成我们努力的动力，是这嗯样吧？嗯，对，我也相信，嗯可能有一天我也会变成那种，就是可能当自己以后越来越长大，越来越成长，每个嗯。阶段我们的状态和心态都会不一样。不说工作，有没有其他的部分，我们觉得，哎，跟人家比较之后，觉得，自己没有那么好的部分。然后小时候太多了吧？嗯，小时候，小小时候你有什么？对，小时候被父母拿来跟别的孩子比较啊。哎，对，这个真的是，对，我自己不想比较，但是我父母要比较，对，对，可能成绩，在中国，嗯这种事情比较常见。我是嗯90后，然后嗯我的爸爸妈妈就是我们90后这一代的成长，一定嗯是伴随了很多比较的，就是父嗯母把我们和别嗯，人做比较。对对你看对别人又怎么样，他做得到，你对。为什么不可以？他成绩那么好，你为什么成绩那么差？你的父母拿你跟别人比较的时候，你怎么反应？哭哭就哭啊，没哭，别的。对，就是哭，然后歇斯底里的说，我有这种印象，就是我一边哭一边就是发泄自己的情绪，但是我说了些什么我不太记得，大概就是嗯大概就是说，可能啊我已经很努力了，或者是我就是做不到啊，你怎么样之类的啊。嗯哦，OK，我妈妈还好，我爸爸有的时候他会说拿我跟别的孩子比较，主要是学习和成绩这个事儿。OK，了解。我小时候我爸爸还好，我不太记得我爸爸会比较，但是我妈会比较，她会说嗯哦，邻居的孩子成绩怎么样，然后哦邻居的孩子很乖什么的，像我之前不是说我的脾气很不好嘛，小时候。然后嗯，刚好呢，我们有一个邻居，小时候有一个邻居，他的脾气就非常好。然后我妈妈就常拿我们俩的个性做比较，就说：“你看人家的孩子这么乖哦，不常常生气，为什么你常生气啊？什么什么的。”我妈就拿我们两个的个性做比较。然后我就记得我小时候跟我妈说一句说："那你找她当女儿啊，你就不用比了。"我就读我妈这一句，我妈更生气。对，我就记得这个，所以我好像是那一种，就是如果我觉得我被比较，然后我被欺负，我感觉我受伤了，我会反击回去的人，我不会哭。嗯，我妈说啊，别人的孩子多好多好什么的，我就会说，我也觉得别人的父母很好，可惜我没有办法选择我的父母。我会跟我妈讲这种哇，话，天我呐，你超狠的，好，我哇超塞，我超凶的，我就说，那我也没有办法，我没有办法选择我的父母，我很凶对我就超直接的，然后我妈就啊，常常说你就是不孝顺什么什么的，然后就是我妈就会很生气，然后就说我不孝顺啊什么的，对，爱顶嘴什么的，对，可是其实后来我妈妈呢。他就是因为我跟我妹两个是非常不一样的，我是讲话很狠，但是我是应该是刀子嘴豆腐心的人。对，像我妈妈生病啊，我爸生病啊什么的，都是我去照顾。可是我讲话就是很狠，因为我就觉得我要保护我自己，所以我会说出一些保护自己的话，或者是生气的话。可是我妹妹的话，她是嘴巴比较甜，但是她做的事情就相对比较少。啊，所以我明白。爸过世之前生病的那一段时间，都是我几乎每天来回奔波去医院看我爸。对，然后我妈妈就说："哎呀，我现在才知道，就是真的发生事情的时候啊，是谁会顾比较多，谁有能力顾比较多。"我们刚刚讲那个比较心态，会绕回来，绕回来比较心态。OK，
哦，你看到别人生活很好的时候，你会比较就是羡慕别人的生活吗？比方说你当然会在 啊。Instagram 看到，哎呦，他的限动哦，每天吃喝玩乐的好爽啊，你会嗯嗯。如对，果是陌生人，我觉得其实不太有关系。我觉得陌生嗯人，我看到他每天都生活的那么有松弛感啊，大嗯大房子、漂亮的房子，每天都在嗯，外面旅游，我可能只是羡慕而已。但是人对性，人性是这样，当这个人的关系跟你越近，你看到他过得比自己好的时候，对这对一定会有攀比心的，你不要欺骗自己，你一定对会嫉妒。对，对，嗯，嗯就是甚至还会有点不舒服，因为我跟你说，我觉得人性他都是会害怕别人比自己过得好。对对，对对，真的，哪怕你跟这个朋友关系再好，嗯你看到他比你过得好很多，你还是嗯会心里会有点不舒服。我觉得这是最真实的这嗯。种感觉。对，那怎么克好，服这样的想法？很难克没没服哈。不用克服吧，就是你嫉妒就嫉妒，难过就难过，然嗯后接受嘛，你只能接受，这没啥好克服的，就是嗯，对，对，接受了以后自己过好自己的生活，然后告诉自己啊，一步一步越来越好就行了。每个要人的不然，命运和生嗯，活都不一样，对要不吗？然就不要看。对呀，不要看对，不做不到。要看，不要看，做不到，又爱看又爱恨。对，就是羡慕、嫉妒以后接受就好了，接受。对，对对对，所以比较就比较吧，没关系。对，嗯那嫉妒就嫉妒，那嫉妒完之后呢，还是要忘掉，继续过我们的生活。对，多多和自己比较啦，我觉得多多和自己比较。然后我们今天如果要跟别人比较的话，我觉得最健康的方法是，比方说各位同学，你们现在在学中文。一定有一嗯些人中文学得特别快，你会觉得一样学习中文2年的时间，为什么他的中文这么好？那我的中文还停留在某一个程度。我觉得我有很多学生，他们会去比较自己的中文跟同班同学的中文，对。可是我就会告诉我的学生说，对，最重要的是你还是要跟自己比较，你今天有没有比昨天进步？你这个月有没有比上个月进步？这是最重要的。那如果今天你想要跟外面的人比较，就是跟其他的人比较，你想看看你自己在哪里可以，但是不要，就是不要太在意别人比你好很多，我们反而要去学习为什么他进步的比我多，他的中文说的比我好，是不是他在我没看见的地方比我更努力？他是不是多做了什么努力？我们要跟他学习，然后跟他一样好，甚至超嗯越他。对，嗯，我觉得是这对样子的。嗯对。其实你刚刚说的这个，就是我觉得更重要的，更嗯，重要的是我们要能够接受，我对们要允许别人比我们好，就不要对去纠结这个东西。对那对对你允许了以后，你接受了以后，自己他就会回归一个平静一点的心态，然后你对呀就会明白啊，我下一步应该要怎么做，可以让自己更好。对，对呀。这个更重要。比嗯，你好的人很多，但是比你不好的人也很多。还是在比较。所以其实我的意思是，痛苦是比较出来的，但是快乐也是对比较出来的。所以你往下看，你就觉得哦，我赢了很多人，我很快乐，是这样对，吗？比就是较平衡一点。是的，就是要嗯知道，其实自己已经很棒了，对吗？嗯。没错没错。好，今天非常开心，跟老师聊了那么多比较，对对对，我们继续互相比较吧。好啊，来啊！如果你嫉妒我，记得告诉我，告让诉你干嘛？我开心开心。哦，好了，那我们先跟大家说再见吧，拜拜拜。拜。